协议覆盖全，多口分配稳 ，AC 通路很强，文波表现极品，100瓦满载能跑接近1个小时。它的定位就是桌面排插、手机快充、笔记本供电和功率可视化集成在一起的综合电力中心。各位朋友大家好啊！开头先说明一下，本期是酷泰科10号电能基站的厂家合作评测，测试方法、数据记录和最终结论仍是由我独立完成。这台10号电能基站表面上看是一台桌面排插，但它又集成了 3C EA 快充，最高120瓦输出，4个 AC 插口，磁吸万向屏，还能接入米家。所以这期测试我们不只看它的功能对的多不多，而是要重点验证快充协议、手机兼容、高功率烤机、文波温升表现怎么样，看它到底配不配得上桌面电能基站这个名字。老规矩啊，我们先来看外观。产品包装盒还是酷泰科经典的黑色，这两个，一个充电站，一个万向屏，它是分开包装的。充电站本体的实拍图片，产品特色酷泰科蓝色经典标识，背面是规格信息。排插充电站本体装在一个环保袋子里面，这里还有一个小袋子，里面装的什么东西？产品说明书一本。这个小配件在充电站不用屏幕的时候，把这个触点给盖住，避免短路或者进水。这个是磁吸的 Power Pin 接口啊，屏幕直接吸在上面。我怎么看着有点像狮身人面像啊？造型确实是蛮有个性的。同时，这个屏幕背后还有一个 Type-C 接口。显示屏的尺寸做的还是挺大的，按钮规则应该是旋转、选择、按下确认。充电站本体4个充电口，2个蓝色的，2个黑色的。酷泰科的 logo 印在中间这一根亮条上面，背面2个五角的 AC 插座，2个侧边各一个2角插座，背后则是开关按钮。交流线材的规格是3乘1平方，线材的长度大约是 1.37 米，充电站的厚度大约是36毫米，宽度为95毫米，深度大约是119毫米。整个充电站的重量大约是618克，单充电站重量508克，这个万向屏的重量是109克。外观部分看完，我们就进入测试部分内容。这个酷泰科10号电能基站，它的万向屏使用逻辑很简单，主要是通过底部旋钮来进行操作，还有就是下载米家的 APP 来操作。旋转就是选择不同的设置项，按下就是确认。它更像是一个磁吸式桌面状态显示屏，平时主要用来看功率、设置功率、接口状态、温度、时间这些信息，操作门槛很低，基本就是没有什么学习成本。我们再来看它的规格信息，上面写着酷泰科10号电能基站，产品名称延长线插座带电源适配器，型号是 TA1208， 排插部分最大的电压250伏，功率2500瓦。USB 适配器部分支持200到240伏，这个不是全球电压的，记住啊。适配器输出方面 ，C1、C2 口单口最高120瓦 ，C3 口最高15瓦 ，POGO 接口最大120瓦。下面写的是警告信息，大家务必也看一下。认证方面可以看到有室内使用 3C 强震认证标识、非热带地区使用标识、10年无毒泄露标识，以及海拔小于2000米使用标识。我们再来看这个充电站所支持的协议的情况啊。C1 口检测出来跟 C2 口是差不多的，唯一的区别就是 C2 口它多了一个60瓦的融合快充，然后 PD 协议固定档位最高100瓦，2个 PBS 档位都是6安的。C3 口和 A 口则是5伏的基础功率。这个充电站的 POGO 接口规格里面写的它可以输出120瓦，我还以为是这个 Type-C 口可以支持120瓦输出，结果它是输入的充电口。这个 POGO 接口就是酷泰科预留的一个大功率的输出口，估计酷泰科后续还会推出各种配套的模块产品。酷泰科的产品兼容性一直都是做得很不错的，我们现在从华为手机开始看一下它的兼容性啊。Type-C 1口显示的是正在快速充电，它这个握手的过程是非常慢的，应该是 SCP 协议的握手优先级被延后了。C2 口同样可以开启华为的超级快充，跟 C1 口一样啊，也是握手的过程有点慢。我们再来看荣耀的 PBS，C2 口可以显示 Max 100瓦，C1 口同样显示 Max 100瓦，两个充电口单口使用都可以启动100瓦的 PBS。我们再来看蓝厂的设备啊，这个手机已经开启了100瓦的 PBS 快充，现在真实功率是81瓦左右，
充电站本身显示的功率，大家可以看一下，参考一下。我们再来看 C2 口，同样是跑到了80瓦左右，证明两个充电口都是优先走 PBS。这个充电口本身也是有融合快充的，应该是把优先级也把它调后了。我们再来看 OPPO 家的设备，现在的 OPPO 可以支持 PBS， 也可以支持融合快充。我们先看 C2 口，显示的是超级闪充，开启了融合快充啊，起始功率啊跑到了35瓦左右。然后再来看 C1 口，同样启动超级闪充，应该是启动的33瓦的 PBS， 起始功率是24瓦左右。最后就是三星的手机啊，我们只看能不能启动快充 2.0。 C1 口启动快充 2.0， C2 口同样是快充 2.0， 两个充电口都有6安的 PBS， 对于三星手机来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接下来进入手机高功率充电测试。从这期视频开始，我们正式加入德图 175T3 温度记录仪，配合的是美国欧米茄的 T 型热电偶使用来采集充电器的温度变化。它可以同时记录2个温度点，精度和稳定性都比咱们以前的设备更高了啊！这次2个测试点，点1是在电能基站顶部靠近 POGO 扩展口的旁边，我们主要是看顶部的热堆积。点2就是前方充电口区域，看输出口附近的温升。先看红米 K80 至尊版，它走的是米家私有高功率100瓦快充。从曲线可以看到 K80 前端峰值能充到80-90瓦级别，过了前端高功率冲刺以后，功率开始逐步回落，中段大概是在30瓦上下波动，后半段再进入更低功率的收尾阶段。整个充电曲线从0到100大约用了1小时。考虑到 K80 本身电池容量比较大，这条曲线走的还是比较标准的。不过 K80 这一组温度曲线，我这里要说明一下，因为我是第一次使用德图175记录仪的设置，咱们没有弄对，所以这一组温度没有完整的采集成功。再看荣耀200手机，它走的是公版100瓦 PBS 的高功率快充。从曲线来看，前段同样可以充到80-90瓦级别的峰值功率。荣耀这条曲线比 K80 更快啊，前段峰值拉起来以后，中段主要维持在30-40瓦左右，后面随着电量的升高逐步降功率，0到100大约花了40分钟，全程平均功率大概在30瓦多一点。温度方面，荣耀200采集是正常的，点1也就是 POGO 接口旁边，最高温度是45摄氏度左右。点2就是 USB 输出区域，最高大约40度出头。酷派克10号电能基站这种体积的桌面充电站来说，给手机跑一轮100瓦级别的快充，温度压力基本上是没有的啊。接下来就是进入手机的中功率快充充电测试。这一轮我们主要看公版的 UFCS 44瓦以及苹果的 PD 快充，和前面100瓦级别的功率充电站的压力更加低了啊，更适合观察这个充电站的中功率长时间输出下的稳定性和温度表现。先看 OPPO 这边，从曲线来看，前段可以进入40瓦左右的中功率快充区间，峰值表现符合融合快充44瓦这个级别。进入中段以后，功率大部分维持在20-30瓦附近，后面随着电量的上升逐步降功率，整条曲线看下来是比较平顺的完成整个充电过程。完整充电时间大约是1小时15分钟左右，如果只看主要充电段，平均功率大概就是在20瓦出头。再看温度表现，顶部 POGO 接口旁边最高大约47摄氏度，输出口附近大约是42摄氏度，这个温度比前面测试略高一点，但仍然属于正常的范围。再来看苹果17的 PD 快充，从曲线可以看到，电压档位一直都是15伏，一路充到底，前段功率能上到30瓦左右，但高功率维持时间并不算长。进入中段以后，手机端开始明显的在限制电流，功率逐步的降到10几瓦，再到后面个位数的功率来补电。苹果这条曲线不是酷派克电能基站带不动，而是手机端自己不愿意继续吃功率。苹果手机对电池的温度、机身温度和电池保护策略非常敏感，尤其是室内温度在27度左右，夏天环境下它更容易提前进入保守的充电逻辑。苹果17从0到100大约花了1小时20分钟，前段峰值还可以，全程平均功率并不高，主要问题还是苹果自己的策略太保守了。充电站温度方面，顶部 POGO 接口部近大约是42度出头，充电口输出大约38度左右，这个温度说明对充电站本体的压力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接下来就是烤机测试啊，这个测试部分我已经做完了。先看适配器部分100瓦的满载输出，这里我做了2轮测试，从曲线可以看到
前面100瓦输出都是非常稳定的，电压维持在20伏左右，电流是接近5安，两人结果非常接近，基本都是跑了接近1个小时后启动自我保护。温度方面，接口旁边最高是66到68度 ，USB 输出区域最高是56摄氏度，100瓦它能跑，而且前面跑得很稳，但长时间满载以后就会接近热保护的边缘，最终就会关断输出。它适合笔记本、手机这种动态负载使用。再看 AC 交流输出部分，酷派克10号电能基站标称的是 AC 最大2500瓦，这是我直接上了2把热风枪，实测总功率大约是2700瓦，已经超过它标称的最大功率啊！这轮我连续跑了1小时10多分钟，温度非常轻松。左边插口最高只有 37.7 摄氏度，右边插口最高是 41.4 摄氏度。这个表现说明 AC 插座这一路大功率的直通负载对它来说压力并不大，内部的铜排插孔夹片连接路径应该没有明显发热的瓶颈。这个酷派克10号电能基站它的充电口啊，实际的话大功率只有2个充电口， C3 和 A 口它是也就是2个基础功率的口子啊。我们先启动 C1 口的100瓦功率，接上 C2 口不会断连，功率降到65瓦，这边的功率就是走到30瓦的功率，总功率就是100瓦。我们再来看一下 C3 口和 A 口参与的时候会不会有断连，接上 C3 口 C2 口它就迅速的分出10瓦的功率，同样是不会断连的，这边就是5伏的基础功率。我们把 A 口再接一个设备，同样是不会断连， A 口也是走到10瓦的基础功率，始终是严格遵守的100瓦的总功率输出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充电站它转换效率的情况啊，规格里面已经写得很清楚，它的适配器部分仅支持200至240伏啊。首先我们把屏幕取下来，看它没有屏幕的时候它的待机功耗的情况。经过10几分钟测试，在没有屏幕的情况下，它的待机功耗大约是 0.4 瓦。把屏幕部分加上去，它的待机功耗经过10多分钟测试大约是 2.4 瓦的样子。首先是15瓦功率，220伏输出 20.6 瓦，这边直流输出 14.5 瓦，折算转换效率 70%。 27瓦功率220伏输出 33.6 瓦，这边直流输出 26.3 瓦，折算转换效率 78%。 36瓦功率220伏输出 43.1 瓦，这边直流输出 35.4 瓦，折算转换效率 82%。 45瓦功率220伏输出 52.6 瓦，这边直流输出 44.5 瓦，折算转换效率 85%。 现在是60瓦功率220伏输出 69.2 瓦，这边直流输出 59.4 瓦，折算转换效率 86%。 现在是100瓦功率啊，220伏输出 112.3 瓦，这边直流输出 98.1 瓦，折算转换效率 87%。 文波表现才是一个充电产品的灵魂啊，这个也是各位老铁们最关注的一个数据。我们现在来对它做测试。首先是 Type-C 一口，15瓦功率的时候文波最高是 21.4 毫伏，平均文波 11.4 毫伏左右。27瓦功率文波最高的时候 20.6 毫伏，平均文波 18.7 毫伏左右。36瓦功率文波最高的时候24毫伏，平均文波21毫伏左右。45瓦功率文波最高的时候 25.4 毫伏，平均文波 20.8 毫伏左右。60瓦功率文波最高的时候 20.6 毫伏，平均文波 14.4 毫伏左右。100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24.5 毫伏，平均文波 16.5 毫伏左右。我们现在测试 C2 口文波啊，15瓦功率的时候文波最高是 20.2 毫伏，平均文波 16.7 毫伏左右。27瓦功率文波最高的时候 27.7 毫伏，平均文波 24.2 毫伏左右。36瓦功率文波最高的时候 30.3 毫伏，平均文波 26.6 毫伏左右。45瓦功率文波最高的时候 32.4 毫伏，平均文波 25.6 毫伏左右。现在是60瓦功率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24.2 毫伏，平均文波 17.2 毫伏左右。现在是 C2 口满功率100瓦，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30.1 毫伏，平均文波 21.3 毫伏左右。我们再来看 C3 口和 A 口的基础功率文波。C3 口15瓦功率文波最高的时候 19.4 毫伏，平均文波 17.4 毫伏。A 口的15瓦功率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17.9 毫伏，平均文波15毫伏左右。测试片到最后，我们按测试顺序来总结一下这个酷派克10号电能基站的表现啊。酷派克的机器
兼容性一向都是比较完整的，也就是说，它不只是服务于小米，而是把现在主流的国产手机常用的高功率协议和公版协议全部都照顾到了，可以算是主流品牌、主流协议的合规全兼容。实际充电方面 ，K80 和荣耀200这两台100瓦级别的手机，前段都能充到80-90瓦的峰值功率，曲线是正常的。这里也要强调一下，手机所谓的100和120瓦，看的就是峰值，不是全程满功率啊。OPPO 的融合快充44瓦表现不错，苹果17则是手机的策略太保守，不是这个充电站带不动啊。多口分配它是按照总功率100瓦来做的，多台设备同时接入时没有出现频繁的断连、反复重握手的问题。再看烤机，它的100瓦满载2轮都能够稳定跑1个小时左右，这个不能说它是无线长稳，但肯定是合格的。应付笔记本、手机这类动态负载没有问题。还有就是 AC 交流部分，这个烤机更加轻松了啊！2700瓦的主系负载跑了1个小时10多分钟，温度最高也就是40度出头。它的 AC 通路表现非常稳。效率方面，它的特点是轻载一般，中高负载正常，总体的转换效率属于正常水平。最后就是文波，这台酷派克10号电能基站的文波可以给到极品级。C1 口表现最漂亮， C2 口略高一点点。C3 和 A 口更低，都不到20毫伏，属于标杆级的低文波表现。所以综合来看，这台酷派克10号电能基站协议覆盖全，多口分配稳 ，AC 通路很强，文波表现极品，100瓦满载能跑接近1个小时。它的定位就是桌面排插、手机快充、笔记本供电和功率可视化集成在一起的综合电力中心。测试为了了解，才是为真相，认真车载客观输出。我是离火车仔，非常感谢各位兄弟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有你们的陪伴，才有我一直踩下去的动力啊！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